你跟家人出柜是大概什么时候？那你担心这个视频出来之后，你妈看到了，然后就知道你们结婚了吗？如果你们工资翻倍的话，你们愿意回国吗？这期视频的主人公菜菜几乎实现了男孩子的所有梦想：上班开挖掘机，下班开牧马人，夏天冲浪，冬天滑雪。但是作为性少数群体，他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和故事呢？那你来加拿大有多久了？10年了。10年，你是先过来读的这个读书？对，我是读书然后过来的。你过来的时候是20几啊？我是国内大学，然后大学转学出来的，就是国内大学没有念完，然后当时办了一个转学分，然后出来的。你国内读啥？我国内读物流的。然后你过来呢？读建筑。你是在亚冈昆还是在哪里？我在亚冈昆读的。亚冈昆读的建筑。对。几年的呀？2年的。建筑好像不教这个开挖机吧？对，这误打误撞就来开挖机了，哎。不是你这个挖机是专门又读了个课程还是什么？也没有，因为像我们公司比较规模也不是特别大嘛，它不像就是大的 builder 什么的呀。builder 那些有时候可以大型挖机，它有那个装载量的那种，它可能需要你去专门的挖机学校去考一个 certificate，还有什么 safety course 要去上课呀，然后考证。我们这个基本上就是来的时候学的，学了之后，就跟开车一样，开的多了之后就熟了。这个你在公司学，然后自己去考证是吗？我还没有考证。不需要考证啊？不需要考证。就是如果说大的会需要，像这种小的不需要证。对，小的这种小公司的就不需要考。那还挺好的。那你一毕业就是在这家公司干吗？没有，我毕业先为了移民嘛，就餐馆也干过，什么 store manager 也当过。后来疫情前几年不是移民政策特别的收缩，然后就不是很好移民，然后还去大统华切了1年半的肉，然后因为可以移民，后来也没办成。后来因缘巧合之下就认识了我老板。因为我刚好有个同事之前在他这上班，然后当时也在大统华，打工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试试这个？然后我说，因为我一听感觉也差不多，跟建筑也有点像吧。对，肯定是建筑行业。对，然后就跟我老板聊了一下，一拍即合，然后就干了一段时间。他一开始也说可能你去试试看行不行，因为工作强度比较大。然后试了之后，还不错，然后我也挺喜欢的，就继续干，就一直干着了。那你算是进入这个行业干了多久了？我现在5年了。5年了。5年了，对，5年了，应该至少5年5年半吧。目前还是挺喜欢这个行业的，这个工作。目前还行，还不错。那紧接着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收入问题了。那这个行业应该收入挺高的吧？怎么说呢？不算特别高那种，但是肯定比最低工资要高一些。而且根据你的经验啊，你会做的活儿啊，会越来越往上，会越来越高。但是它又是一个 seasonal job，就比较鸡肋，因为夏天你收入是比较可观的。但是冬天呢，像我们冬天公司一部分人会做室内装修啊什么的，因为它有点互通嘛。然后做室内，然后其他的人可能就休息啊，领 EI 什么的，就没有什么收入。休息的话会有那个季节性失业保险是吗？对，会有一个 EI， 可以拿到80%。没有这么高，我觉得没有这么高。对，而且它有个最高额嘛，它有个最高额好像是2000。没有。最高的到不了2000嘛。最高的。就是失业保险最高可以拿2000是吗？对，因为我没有具体聊过具体能拿多少，但是反正我同事反映下来基本上都是1000出头。就1000多。1000多一点。那你是通过这个工作来拿到的那个 PR 吗？还是？不是，我是打分拿到的。你是走的EE快速通道。对，EE打分打。那也说你在找这个工作之前就已经拿到身份了？我没有，我是在干到反正我是去年。我来的那年。前年拿到身份的。那你在这里已经待好多年了吧？6、7年了才拿到身份。对啊。现在钱阳律师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申请平台 ApplyBoard 的合作伙伴，拥有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和硕士的申请渠道，涵盖了加拿大几乎全部院校和主要留学国家的院校。如果有留学、签证或者是移民的问题，欢迎咨询。同时也欢迎各种类型的合作和代理。我看你朋友圈，你就除了工作之外，你很多兴趣爱好滑雪是吗？对，我就是爱好有点多，所以有点费钱。滑雪还有什么？
我滑夏天尾波冲浪，然后攀岩，然后出去旅游，然后夏天我有台牧马人，改车越野，有个小摩托。那这说明你收入还是挺高的。就倒不到很高吧，因为没有房贷嘛。没有房贷。你现在是买的房还是租的租房？租房，因为租的比较早，所以房租也比较便宜。然后呢，夏天对，然后收入刚好比较能 cover 掉生活和部分的兴趣爱好。是你跟家人出柜是大概什么时候讲的？我跟家人出柜怎么说呢？我没有跟我爸，因为我父母离异了，我没有跟我爸真的出过柜，但是我爸多少应该是能猜到，但我爸也很明确的跟我说过，不要在国内搞那些有的没的。我妈呢是我在5年前吧，5、6年前的时候，很正式的我发过微信的那个 message，跟我妈很正式的说了这个事情。然后呢，其实父母第一反应都会是责备自己，我妈就会说什么啊，一定是当时因为她跟我爸吵架什么的，就是可能影响了我的这个感情观，然后或者是某些原因就往自己身上找问题。然后我就很明确的跟他们说，就是这不是你们的问题，因为可能我从小就是这样子，只是我可能在我们这90初这个年代哈，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不被接受的事情。就是哪怕我知道我可能是喜欢女生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喜欢女生这个事情。后来是慢慢的觉醒了之后，发现啊，那我其实是喜欢女生的，而且这个事情也是可以被接受的，而且不是证明我有任何的问题，不是说我是什么神经病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到了出国之后，有一次才终于鼓起勇气给我妈发了一个消息，正式的出柜了，然后我妈就知道了。那你有带女朋友回去给你妈见过面吗？现在没有，现在的没有，以前的都会以闺蜜啊、朋友的方式带回去。之前是有见过面的。之前是有见过面。那你这个女朋友在一起多久了？2年多。2年多。结婚了。已经结婚了。对。恭喜！什么时候结婚的？今年年初结的。2年半前，你赌力把牵起了我的手。今天，你在山川和云海的见证下，你愿意做我生命中那唯一的一只黑色玫瑰吗？让我好不好？啊！答应他！要一直幸福快乐！亲一个！那你妈知道吗？这个又是一个故事了。我本来以为我妈不知道的，我甚至以为我妈不玩小红书。我本来小红书发了一个结婚的流程还有帖子因为我是在那个雪山求的婚嘛，当时有发一个帖子，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居然看到了。我妈远在遥远的国内，然后看到了我的小红书帖子，然后让她的闺蜜来问我是什么情况。还让她的闺蜜来问你，挺神奇的。后来她什么反应？后来她闺蜜转达的意思是，你先去跟你妈，你就当做你妈不知道，你妈也会不跟你提这个事情，但是呢，你把一些帖子都给删了，因为就是先暂时关闭一下，因为她怕父母在国内，其实我挺能理解的，他们有很大压力，来自同事啊，他们很怕自己被歧视，就是如果说你还在职的话，他就会怕他同事看到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就说那我就都先屏蔽了，全部都关了，全部都就是仅自己可见了。这也可以理解。对。我还收集的网友还有一个问题比较尖锐的，就是如果你们工资翻倍的话，你们愿意回国吗？怎么叫工资翻倍？就是你现在的工资给你双倍，让你回国，你愿意吗？如果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肯定愿意。安宁是已经结婚了吗？对。所以你就愿意带着老婆孩子回去，再重新开始？对，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就是我可能是更喜欢那种就是国内的那种。不能叫花天酒地吧，纸醉金迷。我是丰富多彩。我是比较喜欢热闹的那种。对，就是因为你在闲暇之余的时候，就是在休息的时候或者怎么样，就是3、5好友成群啊的那种，大家就是喝酒、聊聊天、吹牛，或者是怎样的话，它其实是对你的另一种放松。但是在这面的话，就是它没有那个氛围，没有国内那种气氛。对。那确实是。那我可能不会回去。对他来讲，对他我可能不会回去。就工资翻倍，你也不会考虑回国？不会回去。在这边吸引你的就是文化的包容和是很大一点，就是这个很便捷。因为
我觉得你们都没有经历过，就是你去厕所被人喊出来那种事情，然后就比如说你在因为我短头发嘛，然后经常进女厕所就被大妈就是这种闲言瞟你啊，或者就是那种哎呦你怎么进错厕所，就是那种就是说的话特别难听，你知道吧？然后包括可能我只是很正常的跟一个女生在街上走，然后就会别人对你指指点点，就是这个东西是无形的，我就是很不喜欢别人这样子的眼光。就可能当时我在昆明的时候是这样的，然后我也不喜欢就是，你任何的职业一来就是什么只限男性、只限女性，然后呢，给你性别先给你夸死了，再给你来个年龄的划分，再给你来个身高的划分，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每个人本来就是应该是平等的，性别也应该是平等的。我有这个能力去干这个事情，就不应该因为我的性别去界定。然后对，所以就工资翻2倍，那我在这边干着活，偶尔回国玩一玩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回国去生活？你冷静点，你冷静点，我去给你拿。哎呀！等一下你。两个，没有，他们就是很兴奋，在嗅闻。哎，拉粑了，刚拉过吗？我这儿有。他太兴奋了，他这么激动的。刚拉过吗？对，他早上拉过了，昨晚吃多了，有点稀，就是吃多了，软便。早上那2坨贼健康，走。啊，对，也有可能。OK， 过来，来他，我解了，解呗 ，sit， yes， 自由了你，自由了你，你自由了。Okay, wait， 哎，你们是紫色的绳子 ，yes， good girl， 绳子都是紫色的。OK， 带他 go break， 哎呀，撒花了，完了，带他，啊，这还不错嘛。嚯 ，yes， 可以。哎，他是追他回来的。go！ 咆哮式的怒吼很有用啊！嘿，你他妈什么毛病？得了，你被限制自由了，失去自由了，判刑了。等会儿去拍歪六洗澡去。跟我们那天去玩泥巴也差不多了，难怪那只金毛是那个颜色的哈。真的被咬了，它出来我操！它，没有啊。哟，巨痒。鞋还被踩黑了。你回去给我刷好不好？灯，刷个灯，让他给你刷。哎，你一会儿穿着去河里面走一圈不就白了吗？哎，不客气。啊，好帅呀！我今天又要回去。哎，他就特别喜欢我黑，因为他觉得我黑能显得他白。然后，但是其实我本身。是单行道，好像变成单行道了。Hi morning。OK 来了，走。哇，开阔了。Go！ 有鱼，那有鱼。还有人划船，在哪儿呢？哦，对啊。哎呀，
2兄弟，哈士奇会喝水，就是会吃水。对，你看。怎么脑袋湿了？你闺女从那，哎呦我操！没事。我们被甩习惯了。对，你这，谢谢你啊，谢谢你啊，降温啊，降温啊。我之前问过他，他父母都已经就知道了。你是跟你父母有讲过吗？我跟我妈妈讲过，我妈是属于一个她不太关心，她也不是不太关心，就是她不接受这件事情。但是她之前也反对过，但是她现在就是属于一个跟我不讨论这个问题，不讨论，但他已经接受现实了。他也没有完全接受吧，就我觉得他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我跟他坦白可能有1、2年，然后他不太接受这个事情，一开始也很抗拒。那你们结婚，你跟你妈讲吗？也没，现在都没讲。对。那你担心这个视频出来之后，你妈看到了，然后就知道你们结婚了吗？啊，担心，不要让他看到，好，会屏蔽他吗？好，可以。那你妈也没有过来过？你在这里这么多年？我妈没有，她好像本来说今年夏天过来，但是她突然又有什么事儿，然后要忙，然后就又不过来了。那她也没有见过菜菜？没有。她知道我现在在恋爱，就她知道我在一段 relationship 里面，也知道这个恋爱对象是个女的。对。但是她就是不跟我选择不跟我讨论这件事情，避开这个话题。对，典型的传统的中国父母，对，逃避话题，假装不存在。他妈妈也是，就是他跟他妈妈可能抗争了大概有10年吧，10年那么久，对他妈妈才就是接受，甚至现在都没有完全接受，现在偶尔还会让他就是找个男生啊，结婚啊什么的。中国父母真的思维很奇怪，他们觉得这种事情是可以改变，以主观意识可以去转移的。我妈妈主要是她怕别人知道，就是她怕她周围的人知道，她会觉得她怕别人觉得我不正常或者她不正常，就更多的是这个吧。反正去年过年的时候，今年过年的时候吧，家里人催婚，就是长辈，爷爷奶奶那边，姥姥姥爷那边，他们催婚，说让我赶紧找对象啊什么的。然后我妈就跟他们说，他不结婚，不要管他。这个话还不是我从我亲戚，就是我小姨和舅舅那边知道的，就还不是我妈告诉我。你其他亲戚知道你喜欢女生吗？我小姨知道，因为我小姨在美国，她比较 open 一点，对，她也是在美国生活了得有20年了吧，可能，所以她思想 open 一点。你当时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咋就想着来加拿大呢？那一般都什么去美国呀、英国呀？我妈想让我来加拿大，然后我不想去美国，因为这能说吗？我觉得美国不太安全。这国内观众很喜欢听啊，这为啥不能说？我觉得美国不太安全，然后觉得加拿大 peace 一点啊。但是你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你感觉呢？是不是像你想那样？是我挺喜欢的，我挺喜欢渥太华的，就是我不太喜欢多伦多那种大城市，因为我觉得人太多了。你从一来就是在渥太华是吧？对，我在渥太华待了6、7年了。加拿大它不是一个适合，就是那种非常有远大抱负，就我一定要挣很多钱呀，或者我一定要办很大的公司，或者我一定要怎么样，不是适合那种人生活的，就是可能就是过自己的小生活，过自己的小日子，就适合躺平的人是吧？对。他再往那儿前面那儿走一点，还有一个浅浅的入水口，在那个桥底下。但再往里面走不了，就是卡尔顿的那个私人财产了。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选择来到这里生活的理由是什么？很自由，可能我会觉得，加拿大比较能让我在每个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找到属于我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是我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而且不用去在意别人的眼光。那你说的生活方式大概具体是什么？可能我觉得我今天想努力挣钱了，我今天想把自己逼得紧一点，我就拼命挣钱，我想找工作，我就能找到工作。然后如果说我明天我不想挣钱了，我想环游世界，说的大一点，我想背包，我想横穿加拿大，我可以背着包就走。我可能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的压力，然后我可能一路上不用去在乎别人的眼光，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神经病啊，你这是不是什么有问题啊？然后我也在路上可能有能力去满足我自己这一趟旅行所需要的所有花销。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活的，我是为我自己而活的，不是为别人的眼光，不是为别人的流言蜚语，不是为别人对我的期待去活着的。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挺重要的。好，明白。祝你在加拿大幸福。好，谢谢，再见，谢谢，再见。